就好，我会帮你进行剪辑的。这样吗？为了避免初次接触时产生太多误会，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自己。对了，就身份而言，你可以称呼我为雨兔。纠正一下，以世界蛇的现状，他的代号已经无法得到承认了。别这么说嘛，即使烛火之蛾早已不复存在，你不也？17号，你在对谁说话？米斯特林在很久的故事之前，他就已经作为世界蛇的干部，以雨兔这个名字在故事中登场了。而且从一些细节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是对于其他世界蛇的干部来说，他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直到终章之后，我们才真正得知了他的身份。作为沙尼亚特圣痕的结晶，他也是第一个能够维持现实存在的理型。在终章中最终被执行的圣痕计划，可以说完全是通过它的特性而延伸出来的。因为它的出现和塞西利亚有一些渊源，所以我们在设计它的时候呢，也参考了这一点。那我们按照塞西利亚的基础呢，给它增加了一些柔和感。作为圣痕的结晶，米斯特林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能够从观念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和人类比起来，他学习乃至于成长的方式其实都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想表达的是，他是一个比较温柔亲切的角色，但是呢，又带有那么一点点的危险的感觉。这种风格其实是我从那个永野户老师的一些作品中得到一些灵感。用一些复古的装饰啊，复古的就是剪裁，包裹住，让它显得和我们之前的女武神有一些差别。在背后我隐藏了一些小的彩蛋，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偏神性也好，异化这种非人感的一个图腾。也正是因为他认知事物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说的很多话，做的许多事，在普通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他非常读不懂气氛。然后非常容易让别人对他产生一些误解。理之欲者，不过如此。在这方面，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其实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普罗米修斯他虽然是非常先进的人工智能，但他同时也是一种非人的存在。他有时候会表现出的一种绝对理性，往往也会让人觉得非常难以接近。为了表现他这种冷硬，有点类似反派的感觉吧，我们用虚树怪的配色和风格去设计它的外形。但从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知道前文明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时代。然后在面对其中的许多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类情感的时候，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欠缺这方面事物的存在，他也会自然而然地对人类产生了兴趣，甚至会对他们感到羡慕。在设计普罗米修斯的穿搭时，我们考虑到他因为是机器人嘛，其实和人类的审美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他会尽可能去找一些自己认为是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服装啊或者元素啊，去给自己穿搭嘛，所以会形成这种微妙的混搭的感觉。之前也有同事在说嘛，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像那个没头脑和不高兴。虽然可能概括的不算很全面，但是他们在同行的时候确实有过类似的状态，就是其中一个人他们会显得过分的严肃，但另一个人又显得非常散漫。要我再重现一次那时的情景吗？不过如此。哼，不出所料。米斯特林身上用一种独特贵族气质，再加上他擅长使用精神系的能力，这让我们在设计时呢，怎么想都觉得相比起自己动手，他更适合做一个指挥官，甚至是孩子们的妈妈这样的概念，让指挥理性之种作战作为他主要的进攻手段。在之前的 BOSS 战里，我们会看见他挥舞着这个旗帜，这面旗帜传递着米斯特林的意志。那在坚定的挥舞动作中，他可以指挥理性之种从不同的角度配合战斗。进攻时，他会指挥理性之种围困敌人，封锁退路；
也随时着准备使用武器技回撤他们到自己的身前，并阵列阻挡反击敌人的所有攻击。进可守，远可攻，充分展现米斯特林从容的作战姿态。权术观念，是以空幻。那在恰当的时候呢，他会将所有的敌人拉入自己的梦境。在梦境中，米斯特林会用意念操控自己的精神实体，与现实中的自己呢完全不同。此时的他会施展平时不会用到的近身格斗技巧，然后呢，他会使用我们所制作的全新的武器缩标来进行作战。这种武器呢由一柄长矛和数柄短矛构成，长矛呢用于近战攻击，而短矛呢则用于远程投掷。在极具张力的 pose、鲜明的节奏和灵活的位移中，展现战斗的酣畅淋漓。米斯特林一改之前运筹帷幄的高贵姿态，此时的他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战士，在长短矛切换之间不断施展武技，在战场上来去自如。当然，在活动完筋骨之后，他也会破空一击地掷出长矛，让一切重归黑暗，结束这场敌人的噩梦。似梦出局，云烟了散。我们在设计普罗米修斯的动作时，也想找到这种压迫感，因为他在队伍里担当破盾终结的角色，比如从天而降的一掌，扭转乾坤的捏拳。普罗米修斯作为人工智能的产物，它秉承着程序的思维，所以在战斗上，它也选择最直接的方式，高效的物理消灭法。除了简单爽快的速切战斗以外，普罗米修斯也可以用蓄气和格挡反击来增加战斗时的乐趣。所以我们想让他的拳套更加的灵活多变，它可以是火炮、飞镖、导弹、钻头等等等。为了实现这些效果，我们对拳套的构造进行了很多轮的迭代，让拳套的大部分部件可以自由变形。只要普罗米修斯希望，他就可以以任何的形态协助战斗。模式解线，启用超载运转。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的渴望成为人类，还是米斯特林的渴望了解人类，他们对于人类的态度出发点都是好奇，所以他们在第一部终章故事的结尾会去选择做一些只有人类才能去做的事情。米斯特林通过转录重生之后，比起自己去学到些什么，又或者是成长，他更期待见证甚至是促成其他人的成长。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米斯特林是一个养成玩家。然后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普罗米修斯显然就是他最有兴趣去尝试去养成的那一位。目的地坐标确认，出发。要出发了吗？现在我对任何事都很有兴致呢。